OK， 大家久等了。But before that，小弟在这边讲一下哦，本期影片或者是讲 podcast 是10月22号拍摄的啦，所以里头有一小部分哦是有点时效性的，而且我们直接是开聊，根本没有开到头啦，真的是拍谁啊？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这一集啦，我阿 Z 跟阿大都很期待啦。So， 由于这个影片哦真的是长到有点像电影等级的长度啦，所以我们就分上下半集。那各位拿好你们晚餐，我们正片开始喽。先拔起来，他地方到3分，有了，下起了3分，上面发动，1、2、2，没人3分，主要是3分，把手打开哦。联盟公司如果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出来的话，因为那个人的 message 哦 ，post 在 Facebook， 我是以那个人是联盟公司的那个聊天记录啊。对，那个 Telegram 啊，那个聊天记录是先到去联盟公司，你应该直接 take action 讲 ，OK， 我们因为说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教练拿起来调查他先，这样子整个联盟就觉得联盟 OK， 也在做事情。OK 啊，这个第二个你一直拖，那个人就开始表演了。那个我不懂他是真有还是假有，他就开始表演咯，他开始表演咯，那开始咯，你知道网民的咯，马来西亚的网民，马来西亚的球迷是最厉害的，什么厉害？我告诉你，我去中国打球打了这样久了，中国的球迷是支持你，就是从他生活到死，他支持你的。马来西亚球迷从支持你到好像他很懂篮球这样子一直屌你。那个球迷好像他很懂篮球一样的，有的人他懂篮球，他看他自己。你看啊，台湾的球迷跟马来西亚球迷是很接近的，好像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一样的。打好哇，打不好，他可能昨天没有睡好可能女朋友很多啊。我在想，人家打不好，可能今天状态不好吗？打不好啊，那个教练应该是不会教球啊。打不好，你来当教练哦。其实你们球迷是应该是关注在那个球员，一直支持他。他打不好，可能他真的不好，我们支持他，讲加油什么的。是啊，你有的啊，有些人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好不好？哎呀，唔知真係邊度啦，梗係尋日又唔知咩飲酒啦，什麼東西你都可以想出來，不是好的粉絲那種走的，所以你們那些球員打球啊，他是沒有那種 motivate 的，對，他不會給他們 motivate 到的，他們覺得打球哦，我打好，人家講我好，我打不好，還有人講不好的，運動員要得到的支持是假的。因為他本身在訓練啊，在比賽要拿一個冠軍哦，一直在跌着，他一直在減的，你懂嗎？他拿不到冠軍就是減，他拿不到冠軍就是減，他拿第2也是減，他拿第3也是減，他拿第4也是減，他去年第8，今年第4還是減，因為他沒有達到目的嘛。老闆啊、商城啊，全部一直講啊，什麼球啊，你們給你們這樣多錢啊，你們這樣子，對嗎？但是哦，他們不懂運動員啊、教練員啊這些在做工的人哦，他們一直在承受的壓力就是我們要拿冠軍，這個罷了。你作為一個球迷支持一個球隊啊，你是應該真心的去支持他們做事情吧？你還不用講他們，哎呀不會打球啊，這個教練不會教球啊。其實你覺得他不會教球，你就寫一個人生命去你做教練啊，申請就可以了嘛，有這樣難嗎？就把位置給更好的人用啊。對啊，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的嘛，不是啊，所以那天我就講那個事情出來，你不要解決這個教練的問題了，外面的人是開始攻擊你咯。他們就是這樣子的，因為有機會插位嘛。我管他是真的發生這個事情，還是假的發生這個事情，攻擊你先。他揾到位就攝咯。他就攻擊你嘛 ，OK， 攻擊你來了咯。那些看比賽的人基本上他們是不在乎這個的，真正球迷啦，他是不在乎。但是講實話，馬來西亞賭博是犯法的哦，是嗎？犯法的東西你們一直在講啦，如果真的是有真的這麼嚴重啊，你們所講的賭有這麼嚴重啊，警察早就來封你的比賽了咯，還給你在表演咩？所以人家警察都沒有 take action， 其他人也沒有做什麼，就你們網民在講，這媽媽可以或者不是媽媽，就是聯盟公司可以做一點東西的，真的，就是因為他們有做東西，連接到別的球隊給人家寫，就好像他就是借着這個機會寫咯，就被養雞到啊。對，因為他覺得我寫這個東西，我可能正義的一方覺得哦，可能這個隊友把那個這個教練的故事安下去，用別的，搞到好像整個聯盟是最乾淨的，整個誰是最乾淨、最骯髒是那些球隊，他媽我們花最多錢來參加的嘞，我們養着做最多球員的嘞，我們發工資給人家的嘞，成本最高也是你們。是啊，我們一直花錢，媽的，給少一點球員也不想練。給多了球員，他媽的以為自己很能打，
没有到功夫，然后又要钱了。啊！昨天我那个 interview， 昨天那个球员发问一个问题，在那个做 camp 的时候，就有训练营的，我就故意的，我很故意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训练营完了，之后我就看到他们又有8 speaker 嘛，我就拿那个麦，我就跟我一个球员讲，你去问主办当局哦，我们现在给他问30分钟的问题，或者是15分钟的问题，看现在的球员，年轻球员是在想什么的，他们有什么都可以问。有一个球员是一流的，他直接问，如果我想知道 NBC 的球员的工资现在是多少钱？比如现在什么30了，他几岁哦？我就问他你几岁？我17岁。在别人的印象里面有父母的别人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个人，可能他很想打职业，但是我肯定我在那 camp 我就跟他们我很绝情的，我讲你们这样子练球啊，吃什么夜啦，回去读书啦，我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们这个态度练球，你不是专业队的，你不是职业。如果你是职业，你的表态、你的出发点、你做的事情、你讲的话，跟职业队的人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现在练球，你刚才练球态度就不是职业的。现在某些球员哪一个是职业的？没有一个。你心情好你就努力，你心情不好你就随便练，那个叫职业啊。讲是讲状态了，放屁啦！教练，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哦，这样他们这种啊，像打这种素人杯啊，然后他们也是那些球员啊，就讲哇，我不想要出钱打球哦。你是怎样看待这种东西？可是你还没有达到什么 standard 哦，手会稍微强一点这样子。OK， 素人杯，讲明是素人杯吗？我问你啊，那个比赛有奖金吗？有多少？3000。OK，cover 到你的费用了，cover 不到啊。OK， 你问他咯 ，cover 不到你费用，你要怎样？你问他，比如说素人杯再强怎样也好，你是素人的比赛嘛？素人比赛他纯粹是给一个平台给素人去参加比赛，在这边呢会出人才的嘞，会出人才的，因为你长期比赛嘛。马来西亚球员不会进步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比赛太少，比赛少教练不会进步，教练带球的经验没有，裁判追求的经验不够，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你看我在比赛讲那个裁判的时候啊，那个裁判是会很怕我的，就觉得不干你不要手下留情啊，不干你今天太弱。但是其实如果真正叫我看我做教练这样久的人啊，如果你看我10场球啊，我吵的可能就不超过10个球，可能就第4节关键。他犯了很大的错我才来讲的，我有这么白痴去乱跟他那个嘛？如果他真的是去，他们这么怕骨干，是因为骨干每次抓到那个点啊，你真的是犯错了。但是现在这个规矩上很明显的，犯错了，只要裁判是不能改判。我理解，你不是给我脸色看，你是可以走过来，教练，这个球我们的角度不对，可能他是主吹，我是在这边站的，如果他吹有问题，我们还会去调整。等一下我们会聊，这样子你讲你的这个沟通讲到很漂亮哦。等一下我会帮你看，跟他聊沟通一下，看怎样接受。那个回去给你按下去啊，是专业队裁判。你知道我在带 CBA 那些裁判怪狗的，我在骂的时候啊，那个裁判就根本就没有讲我有错的，我就我直接大声这样子指着那个裁判，看到 coach it's okay I saw it， 那个裁判就知道吗？他只是讲话，他叫你看到吗 ？I saw it, I know, I will tell him。他一直在给你看到的话，人家是在做东西，在跟你沟通。那个最错，这个在做东西，他给你感觉他妈好了，好，我忍这一下。最早他都会忍，刚我按下去哦。马来西亚的，喂，你这样子追究这个教练不要哦，你很大声了，你控制一下，没拦你耶。他那边追究了，你叫我控制一下，你他妈你控制他了，你控制我搞了咩？你看他职业态度嘛，他觉得我是 against， 他觉得我是骂那个裁判，傻的咩？你如果是裁判，你真的是聪明人啊。那个教练是吹讲你那个球有问题，你们是以为我讨厌你的人，你们一开始做裁判的时候啊，麻烦你们上裁判课上好来。如果你觉得这个教练很苛刻、很严格，会直接抓到你啊，就是我告诉你，我抓你的球都是很危险的，对吗？就是我站的职业角度是比你更强的。为什么裁判会害怕我？事实来的。我去中国教 OK 扣1-2年，他们有追求吗？
几乎很少都没有玩，没有吗？都没有玩，真的没有玩。我在什么？我在中国教球嘞，我在跟那些裁判在一起嘞。我们的球队就有跟队裁判的。哦，好吗？我大学生，我职业队他有裁判的。哎，我们在教球，裁判到了我们每一个礼拜有2天是要 scrimmage， 那个是人家是国际裁判来的，请过来放在学校，人家是来每个拜六礼拜我讲 OK， 这个拜六我要比赛，他就要来吹球。他来吹球，他没有做工，他就来学校，他就坐在那边看我们。之后，其他裁判会吹球，他看之后，他就会跟球员解释，跟教练解释，这种球是我们会怎样吹，这种球要怎样，懂吗？我是在那边一直每一天都在进步的，懂吗？你觉得他们2年他们有在进步吗？他们有资格讲我们不能讲他，谁跟他讲的？他们有点傻咯，好吗？整个场里面，如果你吹错球也好，其实你要很冷静的去跟那个教练处理他的情绪先。你不是讲到你堆完了，一旦情绪跌下来过后，你才可以很好的去解决事情。对，他们不是，他们是我骂这个裁判，这个裁判就觉得我在骂他的人，不是那个球。OK， 你他妈你讲我是要讲他，我要叫他怎样做裁判吗？只要我叫他做裁判，他就觉得你是教练还是裁判，对吧？现在我告诉你，我在那边教球的时候，那个裁判就在我旁边的，我在吹球在讲，我们讲，现在你吹。我们看，哇，这个球你可以叫你球员直接上才可以犯规，没有上躲没有犯规的，他会直接跟我在这边跟我讲的，懂吗？我是这样子哦，一边做教练一边学。你觉得他们会比我专业？放屁啦！人家那边的裁判啊，每一个牺牲都要去考试的嘞。马来西亚呢？就好像 renew 这样子的意思啊，一直在 upgrade。你没有 upgrade 那里可以。中国裁判为什么人家的裁判就越来越多呢？很简单的。你的国家的等级 level 在亚洲、在世界上排名低呢，培养国际裁判的名额就少。啊。OK。你看我连一个教练我什么都懂啊，你说他们懂会不会懂啊？现在真的是，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有几个有去吹国际的，可是也没有剩几个，就是有新的年轻人出来了。我是觉得越来越少啊，那好吧？以前是5个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我知道是3个吧，2个到3个，还是3个？三个掉了。因为他们会一段时间会轮一次的嘛，会有一个白卡之类的。因为我们的 national team 的 level 低嘛，你的国家排名低，国际裁判的名额低，所以基本上就是，所以是跟着国家的表现怎样？因为你的国家出去参加比赛哦，你的国家就有国际裁判可以去吹球啊。你的国际裁判一去吹多了是吧？他的 level 他就高了嘛，他就会邀请你去吹别的嘛。为什么吹远队我们是马来西亚裁判挺多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吹远队我们的 level 挺高一下的，排名高嘛，一样的吗？因为你们的国家成绩上来，你们吹球的成绩就会高，是这样子人家来评分的。OK， 你亚洲排名第1，就讲你的亚洲排名第1，因为他们国家吹裁判吹球吹的 standard 很高，球员才会进步的。马来西亚裁判，如果你这样子吹，球员怎样来进步？有时候他们觉得我 against 他了，我告诉你啊，我的眼睛很老了，没有他们这样短的看。我的目的回来教球，就是要马来西亚成绩往上走不了，很简单的嘛。我以前打球走到这样高了哦，可以，我就做到这个球队走得比我更高，这叫成功。只有失败的人哦，会诅咒人家打不好的，会诅咒人家走慢一点的。这个场景很熟悉，我怎么回事？就好像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人他只希望他身边的人成功不了，是那个人才叫成功的人。但是你跟一般人在一起是同事他一定会叫你最好你不要好过我。因为我们在竞争嘛，因为我们在竞争，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嘛。对呀，所以在这个最不好的人，其实肯定是最身边的咯。所以他以前讲，不好的人就在你身边嘛，好的人肯定是敌人的，因为他是跟你良性竞争的。但是你跟他最不好的其实那个是最好的。所以现在我们一样嘛，我回来带球队啊。其实他们你无论至于我的教学也好，什么都好啊，一个冠军就拍他脸了的，一个冠军啊，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是拍脸的。其实这个是最拍脸的，真的是拍脸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谁叫你们不要打赢我，是吗？我赢了，你们没有话好说的。我现在讲什么都是对的，对关系嘛。
最近的23这样子。你冠军你讲什么对的，反正妈不啦，第2看向谁理你啊？第2比去年是好了，但是你还是第2，没有人记得你，也没有人屌你。也是。哎，这个你讲我运气好也好，你讲我怎样也好，那个上天给我也好，你确实羡慕不了啊，对吗？所有的人，无论我刚回来带国家队，大家在质疑，无论在我做什么，有的人是想法会骂人会怎样，但是这个问题是在现在的球员，我们愿意给我骂你就叫做你骂一下。那个球员跑了嘞，就是说服力的问题了，就变说服力的问题了。可是现在如果是讲教练你在除了你这支 NBC 的队伍的话，还有其他队，你觉得是他们真的是往很好的方向走的？因为我有觉得很多时候人家会对某一支球队讲，这支球队哇，他是有很多管理的背什么东西，可是他们就是会有一条路是讲，他就是不好，他就是打不出来。这样我应该讲好还是不好？不好，这样我应该支持支持哦。我们支持球员是支持哦，好不好？其实 OK， 做一个脑残粉球员不会进步，但一开始你是喜欢他的球风吗？是，去支持他咯。马来西亚就是那种，就算你有一点打不好，他就是开始屌你好。脑残粉是最好的，去支持他了。但是我就是要有脑残粉，球员才会进步。但是我们马来西亚球员，他觉得脑残粉很少，很聪明，懂吗？马来西亚球员本身就感觉不到我有太多的支持者。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感觉不到有太多的支持者吗？因为第一，你们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你们不懂什么叫回馈给这种球迷的感觉。OK， 如果他们讲他们很厉害了，我觉得再厉害也好了。我更希望好像马来西亚有100个人围住你啊，不给你出来啊，200个人围住你，这样也不给你出来这种情况我很想看到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人家是讲我拦截讲很多的，我几千个人围住我出不来啊。在马来西亚也是在中国所以我就想这种东西如果可以，我是想我的幻想是很简单的，可以不可以以后打联赛的时候那些球迷什么就在那边等着他的等球员跑出来。回租签名什么这种情况，其实会有的，但是你整个人就要端正要很好你看我们的打球的球员从拍照说话的能力什么都比较差。都是啊，在有在进步啊，可是他没有到讲，然后我们访问这样多球员有时候也是可以等一下先吗？我可以等你们讲完我才讲。还记得在那时候我们还有人 reject 我们访问他，就是有球员来讲不可以找别人，就找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你去塑造你自己的形象对我们来讲，我们好，你们也好。其实我觉得球员应该要跟我们的关系好一点，我们可以塑造那个对他们的那个形象。可是很少人会看到这一个点。马来西亚球员原本就不够职业你让这样子这个半职业是已经很给面子了。球员在领着职业队的钱，在练着半职业都不到的 level 的球，在外面就觉得自己是职业。无论你的形象也好，你做东西也好，你做任何事情也好，你在人家面前给的形象都不好，没有那种沉稳无论我们，你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球星还是什么的时候，你的social media就要很干净要很好，对吧？运动员就是像个运动员的生活，你可以把你的生活给人家看到吗？你有时候不放，你永远都不放，你要人家来帮你做，因为他们习惯了嘛，从小到大得到好的东西，他们就开始不要乱动了嘛。他觉得所有东西是要人家给他们做吗？懒习惯了吗？我的球员你看，以前我们的打球的方法是很简单的我现在打球，出去练球之前那个床自己折了吗？自己收了吗？我们住宿舍的吗？所以一定要自己收拾的吗？现在是没有吗？
现在球员就是起来练球回去这样子，那个床可能1个月都没有收一次了，就这样放着吧。他原本就没有自律，吧。再好一点就是最近马来西亚比较好一点的球员，他们就是因为习惯了嘛。你年纪大，等你年纪大的时候还做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好像我球员为什么经常中嘛？他的年轻的时候就好像19、20岁、17、18岁啊，我就给他练球，好像军人这样子的。早上起来，下午起来要做什么这种东西，要给他们感觉很难受。但是你要强迫自己嘛，你可能只是强迫自己6个月哦，你有这个习惯的，早上起来走，是吧？工作在那边，已经刻在你的骨子里。其实只有6个月罢了啊，6个月就可以养出一个人才呢。你自己憋你自己6个月哦，你就会变成一个很理性的人了，这个都不可以。所以现在年轻人就这样子。如果你6个月里面，我每天都折床，我每天都出来之前刷牙洗脸冲凉弄完出来，这个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他不会变的，他喜欢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带出就讲哦，原来我才跟这边跟人家这么讲话，这么聊天，是人家这么喜欢听的，他就慢慢会学会原来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去讲话。他慢慢就会进步，人家就会开始欣赏他，越多人欣赏他，越多人想接近他，他就会慢慢就有自己的形象了，慢慢就会有。我们的球员不是的，他一会打球，他拿到这个钱，他就是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就是回教国就是回教国，我们的节奏就是慢。球员一得到他应该得到，他觉得这个够了，他就会整个这样子他 OK， 这样子慢下来吧。我们讲问题了嘛，这样解决方法。没事，这样解决的。我的球员每一个 interview 都是讲骂人的，他教练只是骂我不好，但是其实我很想回答我的球员的，我都骂到你差不多。我一辈子骂最多的就是我了，他爸妈都没有这样子骂他的。这么你还在这里？这么你还在我队友？不能，你可以去别的队的吗？那个队都不骂人的，对啊，为什么他还留在那边？欠骂咯，他就愿意给人家骂吗？他就愿意给我骂，别人骂他不能，对吧？骂都要有道理的。你是看到在我 video 在骂人罢了吗？你看看我球员练球的态度先。如果我把我整年他们练球的态度哦，现在往上面放啊，他妈妈讲这个是我孩子来了，可能他们脱离母子关系了。我仔嘅，我儿子在我面前没有这样玩的。这样子拉回之前的话，这么你会那时候会讲在 real 上面讲为什么你讲今年要20项，可是明明就还有几个月。哪个？就是你讲有23过后，然后你讲今年愿望你实现了。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我1年里面呢，就是有一种比较难的课程，就是我要的愿望。比如说今年 U23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拿冠军的，因为我们的球员的 bench 就是从19到23，但是23岁那个球员是之前我们在 trial 的时候拿他上来，因为他刚好我们要那个球员来，但是他跟我们选完了之后报了名字上去之后才知道他有考试在。就是 Desmond。所以 Desmond 打了一下子 ，Desmond 就对不起啊，我不能因为我跟你讲哦，我是很 family 的人来的，虽然看我是很豪发发啊这样子啊，是男人嘛哦，我豪发发就豪发发，这个他听惯了的，但是我老婆听到不听啊，他在我面前讲嗨他都听惯了的，没有东西的嘛。但是最大的东西是他23不了，其他的球员就是21、22，很小，19到21、22啊，明还不能喝。明年还是同一边球员还在。Desmond 的母亲有 call 我，讲他的考试时间，讲这个孩子怎样，所以我比较担心前途。不是讲打篮球没有前途，但是他那个课程已经 fail 2次了。已经严重影响他自己的学业了。 fail 3次的话就是要 retake 啊 ，retake 就讲要读多2年书，23岁可以毕业出来工作，他就变成25岁才可以出来，所以不能。所以我们就完完全全就是前面7场都给他打，后面直接给他回去 focus 学，有的比赛还有来看，其实都很好了，因为孩子很听话的，真的很听话。这个孩子虽然
球技没有这样好，还真的挺好。我怎样骂他，他真受得了。我觉得如果他妈妈看到我骂他，他妈肯定哭了，因为他是属于单亲嘛。所以我比较担心这个。有父亲在还不用紧张，所以我骂他的时候，我会考虑很多东西。我也是考虑到他是谁？这样子骂。可能他马上跟我 message 的时候，我跟你讲，一来 message 啊，一来大话。1分钟、2分钟、1分钟。哦，voice message。老师，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可以，我明白。然后就，但是他妈妈之后又打给我，其实我的孩子还是可以 handle 到的，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handle 到 handle 不到，这个是一个小问题。孩子可以 fail 2次哦，他可能会有第3次，不可以冒这个风险。先给他做好，就先立在那边。反而我叫他做，他可能会更强烈的去表现给我看。他妈妈叫他去读，他可能没有这样那个。他那时候连想打就打到哦，他把他家里的电脑都带到去我们住的地方。做功课读书。他讲教练，我练完球我就读书了的，我练完球我读书了。是啊，然后我去宿舍看哦，他把电脑全部，我们就哪个电脑哪个大仓再跑过去。搬到去都中波，很够力。教练这样还有谁给你骂到最臭头的？你自己觉得你在练这一批年轻人，你觉得因为你每个肯定骂过嘛，可是哪一个是你骂到，知道吗？望子心切的嘛？子红。哇！我没有想到是他。为什么 ？OK， 子红很矮，很努力的一个小孩，很努力的。他从那边停了，就是那里停了，他就来我们这边，很用心，瘦的那时候，身体一下子这样大，整个队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几discipline。但是那个小孩子啊，他在那1年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记得吗？是好听啊，是好听啊。好听不好听我无所谓的。我跟他讲，因为有时候练拳道他会 stuck， 他会 stuck 住。他那个我很坏的，我的人是很坏的。我骂人的时候那个道理啊，你没有得反驳的，反驳不到的，因为我骂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看啊，我看我在骂。你唱歌真的好听，可是打球、唱歌2个东西哦。你觉得你哪一个比较用心？完蛋了，唱歌你知道有多难吗？你要把歌词背好，感情弄好，反复的再弄，唱到好，还可以在 camera 面前唱到很好，对吗？比打球难多了。我打就一个 set play 罢了，叫他这样子传我做了10次他都做不到啊！你觉得我会怎样？我说你的心在哪里？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唱歌了，对吗？就是我跟他讲，可以唱歌，但是你可以把那个唱歌那个细心放在球上面，那你的进步肯定很大的。结果他停了一段，他真的进步很大，受一个伤。右脚在直接哈拉班前面，哈拉班那时候他应该要打的，整个比赛没有打吗？不能吗？完蛋！去印尼打塞班打比赛还打得很好，在蛇浪打也很好，很好，很有影响那种。1-2很好，在蛇浪一受伤不了，1个月都不会好啊，脚，他整个感觉就被带走了咯。走了的，一定走了。一走又回来 ，final 都没有用到他，我自己都伤心啊。那天我喝多了啊，我直接跟他讲，我不可以给你留遗憾。他听明白这句话，我讲我不可以给你留遗憾。真的啊？我没有给你上场，然后我就讲，不可以给你在垃圾时间上场，因为我不要人家说我让你上垃圾时间。第二。你练得太苦了，你不可以有垃圾时间上场，你要上你上去打。结果他跟他们讲，垃圾时间给我上都可以了。
这会不会是带年轻球员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要给他知道这个用心良苦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很气。所以我骂我印象很深，骂那个唱歌是骂最够力的，之后他就没有唱了。他说我们出去喝东西啊，庆祝啊，叫他上来唱歌的，我们就按了。该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出来的。但是骂够力，很够力，骂到他可能他会怀疑自己，没有办法嘛。但是实话，如果他反正我放他上去啊，他不会表现很烂的。但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了。你是直接会给他给他上场时间很短，给他发挥的时间啊。对，太短了，我怕他会留到那种我可以更好一点，他会把这个压力带到下一个比赛去了。这样子说，还不如直接就上了你练好一点啊，再是再试过啊，我是这样子感觉啊，这是因为我是球员以前，球员现在是垃圾时间放我上去骂，随便打咯，是吧？我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他妈的他回答我，垃圾时间给我上也不用紧啊，教练。所以一种东西是我心里面感到也不舒服，但是我还是觉得忍他一下，他的爆发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他思想还不错的。因为我一直以来看到子宏，就是我第一次认识肯定讲真的不是唱歌啦，可是我那时看到的是在 SK8 打的时候，真的打到就是你会放他上场，然后你放他很稳了，你放那边站那边你就知道哦，子宏上场这边就稳了，这边就会开了一个位赛，然后这边就不一样了啊。然后你认识他的时间呢，是应该说他进步最大的时候，极夸张啊！我看到最大夸张是他突然间整个身体发起来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看他在 try out 嘛，那时候他已经有 shake 了，可是隔一段时间，突然间整个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吓到了，我会跟乐生讲，哇，这么他突然间变这个大我们那时候的 practice 是这样子，早上起来喝，练完球要喝，在练球场喝，空腹起来喝。晚上练球是在我们那个时候那一段时间是强迫他们喝的，就在场旁边嘛，练完球就喝。所以那时候他练，我突然就哇妈，这个哇人家可以练到这么大，你们几个练不到就知道什么事情啦，还要我去讲，没有我都不要讲他们，我有时候啊，我是不要讲球员的，还留一条后路给他们的，因为我还有接在骂嘛。你不要以为我真的骂完了，我没有骂完的。应该讲骂不完了，我可能骂不完了，我骂他快死了，还是骂了38年嘛。因为这批算是你带几年啊？如果讲这一批一快2年，这些孩子会去拿一个更大的舞台比较大。原本有打算打 Pro League 的，这次的 Pro League。可能我们比较有组织性的，我们做事情是会计算啊，我们要费用要多少钱啊，要什么东西，就是 Pro League 给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费用可能会超过我们去年用的更多，我们今年已经超过去年了。我们费用用很大，这我们就不会把更多的好像没有锻炼价值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打了。加上那个 invitation 我们去参加，这一次去参加。这个 invitation 参加就是到最后我看回来那个比赛，因为我们有 review 在看，没有得到太大的回馈，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广告效应也没有，打球球员进步的程度也不大，对手还是那些人。我们想到 Pro League 的对手也是他们，我们就不会再打了，因为我们的年龄现在去挑战冲刺国家队的那个 level， 或者是冲刺senior level 还不到，因为这一些人不是一出来就会打球的那个，无论是子宏啊、赖国荣啊、万祥啊、美丢啊、光阳啊这些啊、Kenyan 啊，全部啊，我们这个bench人是年龄很小，而且比赛经验哦，所有的球员都是跟同龄人是少2年的。COVID 2年，反正整个马来西亚所有的篮球是空的。你看他24岁，你就觉得他应该24岁 level， 所以他才22岁的 level。所以的可能
人家没有讲太多啦。其实你问我啊，在整个国家里面的所有的，只要是运动是 rock 最鼓励的。其实大家真正去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为什么最近足球不好？为什么羽毛球这样子？为什么那个这样子？为什么羽毛球出现新闻打就好？为什么这个足球突然间好？过1-2年全世界都停啦。那个时候停的时候，有的人就已经不去打运动了咯，去换地方做工了，自己赚钱做工啊，有的人集中跳啊，有的人已经变成有的人做大老板了，懂吗？他以前是运动员，他可能开个餐馆，他已经大老板，他不打球了咯。原本他是打球也是有出路的，他不打了。这么麻烦的事情。对，我就觉得我现在坐在那边，收银台收钱，所以整个都我们可能上面的人高高在上看不见。你再想多一次，我是快点看，裁判一定够了。所以你们不要惹我，你惹我，我就直接喊的，我喊对着观众喊不了，我就对着你喊。我只是讲那个球你吹错，你不给我做任何反应，你是对的吗？错的，我告诉你了，讲实话了，不是我去挑战裁判，你吹错或者没有吹错了，教练举手啊，你是要给反应的。什么叫职业？他是职业嘛，好心咯。我去外面，在中国一个马来西亚人啊，带着整班中国人在中国的联赛那边教球啊。如果我有问题了，早就回来了啊，是吧？大家都如果因为我是用职业的态度去挑战他的，但是他回复我的答案不是职业的态度，就这么简单而已。这个时候就会因为不理解，然后就产生摩擦。所以他以为我是挑战他的人，我管你好看还是不好看，是丑还是什么啦，对吗？你管我的脸好不好看？对吗？如果我们都是职业的话，我是奔着那个问题去的，你应该奔着那个问题回答我。他们是用着情绪来跟我们讲话，这个就是很难理解，怎样去解释给他们听哦？他们永远都是自己紧张，自己的问题，他们没有这样子，因为大家都讲嘛，FIBA 考试就讲，裁判判了不能改，我们懂判了不能改。但是没有人说你判完了就教练不能问的，有没有这个落吗？没有的，懂吗？他比赛有的比赛应该1个小时半结束，就会有的打到3个小时，因为每一个颁发那个教练故意去问问题啊、讲啊，这个是 part of 那个比赛嘞。你们裁判要风平浪静的把比赛吹完啊，那你觉得你裁判做的有意义吗？你做一个裁判，你要做一个公正的人呢，还是做到一个比马来西亚最出色的裁判？不是啊，马来西亚裁判他只想做可以找到车的裁判，对吧？公务员以现在来讲，有钱赚我就去追求，对吗？就讲我这里做，我part time是把裁判吗？我是赚多一点part time钱啊，100块200块这样子不好吗？对，你如果是用part time随便赚钱的态度去做裁判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害？你知道害多少人吗？可是这就有很多缺点了，因为不是每一个裁判都会跟着这样子的缺点，有些是讲我真是要做篮球，但是你要做裁判，那你就要有裁判的精神啊。你要有裁判的精神吗？你想做一个公正的，就是人要活得有意义。你们现在做自媒体，或者是你做媒体，你的媒体的意义就是想给最快的时间告诉别人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要报告事实，人的感觉是怎样，我们在做什么运动啊什么，对吗？打广告啊这些，对吗？那你做一个裁判，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做裁判？原来是要赚钱是吗？那很简单的嘛，我要赢球，我给个5000你帮我吹死啊，可以吗？肯定不可以啊，你直接吹死他就好了，直接吹死，他讲什么你都不要理，他讲你就踢他讲，那可以咯，反正你要钱不了吗？你错了哦，裁判这个工作它里面还有个公正。你做这个东西，从一开始你的人哦，在这个社会上出来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跟你讲，我要做裁判，我要裁判，那你的人生就是公正的人。你要公正的人，那为什么你在最脆弱的时候赚不到钱的时候，你拿钱来把你的裁判这个公正打掉呢？就是讲一般人哦。我平时跟我学员讲的，一般人他永远都是一般人，特别的人他永远都是特别的人，因为他做的事情就跟别人不一样。我让我学员做的东西就是，你们现在做的全部都是防守，别人不愿意做的，你们拿冠军，你们做跟人家比赛进球，那你始终人家都会比你好的，因为人家有的时候心脏比你好，心脏比你大，他的教练给他无限开火权，我不给你无限开火权，这里你就输了。有命中率的东西，就是
不用赌了的，命中率嘛，好跟坏。对啊，好嘛，防守有命中率吗？就是成功跟失败吧。成功失败你可以给100%吗？可以啊，防守吗？我一直用来防守吗？那个是没有存在于命中率罢了哦，那个是存在于你努力哦。所以一个没有命中率的东西，它是你还要再纠结什么？哦，你啊，那个是 OR 了吗？我让我的球员在这5年10年学会 OR 啊，他去到社会上他会是怎样？他在最辛苦的时候，他就懂得什么叫 OR。对啊，人家在榨干他，他还懂去 OR 去把他抛开。而现在的裁判是最好笑的哦。如果你做裁判是想表现跟人家看你是公正的，我告诉你们，全部裁判啊，可以给观众污的话呢，压力是你自己拿来的。如果你觉得这个教练是 against 你的话，他上当了，从一开始他就上当了。不用讲裁判的，裁判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我最容易回答的。我还没有讲你之前，观众污你啊，你觉得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不用讲了吧？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快点要做别的东西要补偿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不是我要讨厌你，我只是纠结那个球罢了。你让那边后面50个人讨厌你，下一场球那50个传给另外50个，有100个人讨厌你。你公正一点，你吹好球我都拍手的，因为有的球哦，他吹到我球员了，我球员跟我讲那个是犯规啊。我就跟我球员讲，那种球是可以吹和不能吹的，因为你的方向是没有给人家感觉是犯规。我还会保护裁判的嘞，只是那些裁判自己讲句实话啦，自以为是啦。他真以为我叫我球员去跟这裁判 fight 咩？我是傻，你们比赛裁判是人来的吗？我也跟他们讲，裁判有情绪的，只有让教练讲，你们去讲，他不管你的，因为他觉得我是裁判嘛，我的权利就是把你吹死。他们就用这种权利吗？这个格可能要几时才可以磨掉？磨不掉的，磨不掉的，一直都会存在的。一直都会存在的，除非没有，他们要懂得，为什么还有三个裁判吹？以前2个、3个，他吹到3个，就是因为有投2票、投1票的嘛。你觉得美洲会2-1吧？沉默了。聪明吗？我的角度和你的角度看到什么？他们应该上来这种的。我已经吹了4个，就 OK， 你先还是我先？你先，你觉得呢？因为2个人在冷静的时候，这个人是在中间的，旁观者清嘛，这个叫他来回答嘛。我觉得你对 ，OK， soup and ice， 就你去缓解那个教练的情绪，我们来这样漂亮吗？是这样做事情。结果你们觉得一吹了1-3个人讲完8，走滚，那教练屌他2句吧，那教练那黑呀咕嘎又在找事情，对吧？事情。你讲他假摔，讲假摔那个是看上面的。他看完上面再看下来，假摔，我都不要给他解释了，我懒得跟他解释了。他这样子，再跑过来，教练，那个谁假摔，我警告他了啊！他讲你有看他的脚吗？他又不好意思回答我，你没有看？我讲你注意看人家的脚，不要看人家射球。1次2、3个裁判都下面一巴打，现在都不懂了。如果你每一个问题去纠结的话，他马来西亚篮球他这样走上去的话，他要改很多东西的，哪里有这么简单？他们一直觉得有钱可以把篮球做好，不见得啊，是吗？有了钱哪里好了？没有啊，有了钱只是可能钱用到去哪里你们都不懂，是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你有了钱之后，球员没有得到什么更好的训练环境吗？没有啊，还是要每一个州啊，每一个俱乐部去培养人才嘛。那你为什么不？就好像如果你说你有钱，你的联赛报名费啊，你联赛费用、布置场地这种东西啊，你整个马来西亚篮总联赛公司包就好了，尽量减轻俱乐部的压力。他们不是更愿意花钱在球员身上咯，是吗？你们叫你们出给1000个人工钱，不用，俱乐部来周来养。但是
所有的比赛布置场地啊，什么鬼啊这些东西，联盟公司啊你们出，这样子不是整个马来西亚就开始讲你联盟公司好料咯，先得人心嘛，对吧？你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我也花这样多钱，我可能花更多钱，我都拿不到冠军，这个是人家这个公主的感觉咯。我花更多的钱做了这样多东西，最后一场球我还是给你完蛋，谁还要搞篮球？我现在啊，不是要讲到自己很好，我不好，我是怪懒罢了。那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球队可以拿冠军，就是这种是希望。MBC 这两年MBC 拿冠军也好，台哥、招登台哥拿冠军都好啊，就是给人家看到希望。如果就是不是讲 NSBL 推出人拿冠军可以，对吗？但是如果还是他才拿冠军的话，其实球迷是不会增加的。球迷的增加量是因为别的球队在活跃。在正向竞争的时候，有，怎样讲？就这样讲哦，看到希望哦，感觉就是哦，这次比赛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冠军。可是，在问题来哦，每一支球队要去拿冠军的时候，我们只可以我直接下到观众这边来啊。每次要打到决赛，我们才有人看。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球俱乐部的互动跟球迷很少。其实我们有 plan 过做更好的决赛的，我们自己更好的决赛就是我们把我们进决赛，我们就会做100件衣服放在我们这个 batch 里面，把所有的票买起来，就是有人进全部穿我们的衣服。其实以后我们会做到这种，但是我们要经费嘛，要费用，所以我们要计算这种东西。有绝对实力进决赛肯定好哦，没有那怎样，是吧？现在看到希望了嘛，就有的比赛我们有十足信心，可能可以进到决赛，就算输也无所谓，对吗？至少我们的球迷是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看，一排过来我们的衣服，而且我们把这边的票都买掉，不给别人说，只要是我们的球迷，我们就是拿来这样子，我们会更便宜 ，OK 啦，不收你一点钱不可以啦。那张票你们卖一张50块是吧？我们就卖20块，就这样我们的球迷进来，还有衣服，还有吃的，包括走在那边看。这是我有 plan 我们给我们自己球队进决赛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要剪掉吧，不然有人会 copy 啊。很够力了，一定 copy。这个很颠啊。像我做的 tryout 人家 copy， 我做 camp 对，没有，所以明明你们讲我什么都不好啊，这种一直要 copy。你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去做嘛，你一定是往最好的模式先做，不然你才会往。我们都是要篮球上来，我们不是要表现自己有多少实力啊，知道吧？有实力是用人家的嘴巴讲你好料，不是自己讲自己好料。做欣赏音，做欣赏音。有些人啊，是啊，是这样子的吗？应该是哦。很多人要到同校啊！我是最舒服的嘛。人都讲这个人只会骂人嘛，都不会教球不好料的。反正我不好，拿个冠军就够了咯。我垒的垒。像这次拿了冠军，对 MBC 意义是多大？压力更大。老板的眼睛里面有冠军吗？压力在我自己身上。后面我就跟我所有会发生的事情之前，我都会跟我老婆讲了。你看哦，如果这次拿冠军哦，他以后就只要冠军吧。还没有发生这种讲。你怕会有这样子就讲哦，这场比赛我们参加，我一定是放你冠军的。对，人的眼睛啊，球迷的眼睛啊，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很强嘛。所以你应该冠军。第二，你不应该啊，你去年冠军，所以你明年就应该有。可是教练，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冠军的意义真的，像在所谓的这样多杯赛啊，这样多大赛啊，真的意义就这样大吗？球员练到这么多，怀疑自己这个人骂的对还是错？
这个人讲的对还是错？他们自己去证明自己的时候就来了，对吧？他们自己经过了这么漫长的训练，受了这么多的苦，我又不给他们做这个，不给他们做那个，最后他们得到的值得的答案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怀疑我这么做会不会得到你讲的这个答案。所以在我们球队的所有来练球的球员，他们愿意跟我们这个球队练球，肯定教练是很大关系的。在这个教练的培养之下，他们确实有学到东西，他们就愿意开始给我骂了。OK， 在这骂的情况里面，他们还会想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有时候他们练到很疲劳、心情不好、很生气的时候，还是要给我骂。他做多好，我还在骂，他们就想会拿冠军吗？真的有好像你讲这样子吗？就这个冠军就给他们一个答案，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往这个方向走。现在他们会更100%的去相信这个教练在教我们做的东西。那对于我来讲，我以后就算在外面招生，就算在外面培养球员，就那个还是没错，人家球员之间就会影响到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对那些家长来讲是更那个啦，因为有很多家长就是看到，就好像安妮的父亲，安妮的父亲是去哪里比赛他都去的，一块，那啥吧啊，那天他就讲教练，我很佩服你的，我这么是哎呀，你的球队的球员其实在马来西亚都没有什么人认识啊，认识那几个也好，你都没有这样练到这样子拿冠军，历史给你改写了，因为你是找那些人家不要的啊，练球练一点啊，还有这你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他欣赏我是你组织一个团队可以改变他们去跟着你这样子做这个东西出来，他欣赏这种东西，因为他是一个长辈嘛，他们会观察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做到这个球队会这样子啊，人家会这样想。他认识的篮球就是他孩子以前打球可能打得还不错，没有被选上还是什么，有这种深深的感受还是这样，可能他比较感触比较深，所以有很多小孩子的父亲母亲都是有这种感觉的。因为我的孩子要做一个东西，他没有这样全力的，在家里有的时候懒懒散散，为什么跟了你这个教练，你讲什么他都会这样子，他有很 fight 到很故意很夸张，而且他就觉得可以给这个教练教一个机会啊，所以后面又有答案哦，就会很 perfect 啊，来了这个说服力提升到很高，来的很够力的，所有人的感觉是一个哇，这个球员受不了啊，所以那天情绪上来是很正常的，那个情绪就是大哥哭这个哭，我在想啊。好累好，因为我没有情绪，我情绪来是因为我当初来国家队的是个问题，回来国家队是很搞笑的事情。当初是拉特维拉在当会长的时候，我们在上梁回来几个月带队这样子，所以我说我是来帮忙，就是主教练是谁都无所谓，因为我讲给 Coach Go 当主教练，我们来帮他。我讲叫吉利来，我们就帮他咯，多几个教练。他会讲你们回来商量看怎样。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在中国的工资很高了，我真的跟他讲这个，就给他。你就他做一个对吗？因为我回去可以不要太长时间啊，就是回去这3个月我请假这边我去，就是正常球员一定要solid来练球，练了我们就去准备比赛这样子。就是这个事情是答应的，就是我是答应了，我这边请假，学校是不放人的，不放，拿着 contract 来跟我讲不放人，因为工资天差地别嘛，回来咯，因为我的老板，就 NBC 的老板也在嘛，他也希望我回来帮忙，因为他们是朋友认识，帮忙回来，答应了，要回来了之后，突然间过了问多久，新闻报就是会长换人，是。我的 selection 我就去了，其实两边都很尴尬，不能讲谁对谁错。我的 selection 是我们几个教练，我啊 ，Coach Go 啊 ，Philip 啊，还有
有一个巴航的教练嘛，我们几个人思维了，在那边做 selection 已经做了，第2轮突然间换了一个会长的时候 ，selection 走了嘛，换了会长，他们应该跟着步骤走，就是继续用教练来承接啊，但是他说实话啦，我不懂，我真的不理解州属跟州属也好，老板跟老板之间也好，我不懂啦，他们就不舒服啊，我不懂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们大家都喜欢篮球的话，你们可以和气一点坐下来讲篮球。如果你们全部在一起呢，就要强强联手。你们不愿意在一起，反正是互相伤害的，就不用，其实不用看了的，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吧？你们互相伤害的是下面的未来。孩子们说话，其实下面的未来是，其实篮球不会起来是他们之间，或是每一个会长啊，哪一个州属啊，哪一个，你们在互相伤害罢了。而且他们是非常自私的互相伤害，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这种第一层做教练的、做裁判的、做球员的，他们是无形中伤害着我们做人变成人才。台上你们在玩，弄到台下发挥的，就是有前途的人也好，是人才的人也好，都走不到了这个路。原本篮球的路，在你们10个老板、10个东主、10个人坐在一起啊，可能你们就是马来西亚top 10了咯。你们这个 top 10在历史上做出一个马来西亚最优秀的30年很强的队来了，那历史上不是 history book 不是还是有你们？那为什么要一枝独秀呢？这个世界上是叫了没有一枝独秀的菜肴呢？篮球是团队运动，在我们做球员和做教练的时候，我们就在学篮球是团队运动。没有可能 management 的人不懂什么叫团队运动，也没有可能动主不懂团队运动，他们知道的吗？如果面子真的是这么重要的话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们所有人合作起来，你要把篮球搞起来的话，外面的嘴巴是讲你们好了，对吧？如果你在乎，你要人家讲你好了，那你们把他人家讲你们的时候，你关住耳朵咯。一个门罢了嘛，一个门字影响你这样大咩？成功就是成功，生意上可能你们都很成功，但是你们没有考虑到下辈子的人，就是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其实因为他们的影响受影响。可能我讲故事很厉害，但确实是他们在影响，不是吗？是吧？因为我从中国回来带了这个队，我一带那个球队，我是有什么讲什么的吗？一直以来马来西亚用外国教练 OK， 是，我觉得很顽皮的。我等到有人在的时候，我就问；等到有人在看那球的时候，我就谁懂英文的举手，2、3个人懂英文，你们请外国教练来教球，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你们做一个上面的人，你们一直觉得外国人很会教球，对吗？你们没有错，你们是没有错的，因为外国很多联赛，他们肯定会比马来西亚人会教球。他们知道人情世故嘛，他们知道马来西亚人比较懒嘛，他们知道马来西亚人听不懂英文嘛，有的他们知道嘛，他们明知道的。请一个外国教练来坑一个这么多的钱，给人家1万块美金，给人家15000美金，给人家3000美金、8000美金，那你这个钱给一个马来西亚教练的话他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做教练，以后面的教练就会用一种哇妈，原来做教练有时间8000了，我都要试一下，是吗？最少他不用顾虑他要做别的东西，有个先例在那边，他要去好好教球。那你请我过去的那个工资连我的车都还不了我还坚持做工我一句话都没有讲我还坚持在做着我的工作你觉得他们是用什么眼神来看我？我是乞丐呢？还是只是我在暗地里在想，一个人给你们都是这么大的人长辈我们这种的孩子才刚出来没有几年，你给人家一个工资这样少了，你要我全心全力把马来西亚队带到巅峰用你的脑想啦！你看我还打赢新加坡嘞，还差2分就赢印尼嘞，成绩去输给他上一年，
你有什么资格？你现在还没有跟我面对面谈，叫我为什么我不在了？一个答案没有，一个什么没有。我的家里人看着我拿那个几千块工钱哦，养着他们差不多4到5个月。我老婆没有投诉，因为我的老板支持我啊。我老板讲你去，我后面给你钱。我的老板给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因为你们要开车来这里交球2到3个小时，又再回家陪我孩子放学，又来2到3个小时，拿着那个钱还要付资产的，哇！我都还没有投诉，你们往外讲这个教练不行，那个教练可以，你们啊摸着良心讲话，真的。如果我往天上公布，你们讲这样给我这样子的钱呢、你觉得啦？现在我这些粉丝球迷啊，知道我的工资是这样多啊，会怎样觉得马来西亚篮球会进步？马来西亚篮球进步要狠人，你们都不够狠，你们在自己斗，怎样进步？你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了，对吗？现在你又不是我老板，只要我的老板喜欢我就好了啊。还好我拿一个冠军，现在我可以吹嘘，我管你。但是真的很可怜，所以我做了教练哦，还有人可以讲啊，会骂人啊，带队啊，给人家怎样怎样，你来咯，1个月几千块，你来，我给你做，看到几千块啊，你早就跑了咯。我拿几千块还有脾气啊，在那边骂球员不了，不是骂 management， 不是骂上面啊，已经是很仁慈了。因为我是还在追求我的梦想，懂吗？就那种梦想理想，所以我今年的你刚才讲的今年这个任务，原本我们想参加 Pro League Invitation， 我们想往前走，我任务完成了，因为我们后面算budget出来 ，Pro League 原本今年是最难拿的这个23岁的 D-League 的冠军，我们拿掉了吗？我们拿掉了，就是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今年以下是没有什么任务了，接下来就是球队可能要去中国一趟。我在联系中国的球队，给我们去那边打野球啊，打大学交流赛啊，我已经在联系了。所以我为什么我自己有资源我自己用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玩在一起，对吗？所以最多我叫我东主给我一点钱带他们去哦，是啊，我可以尽量省我就省嘛，因为我联络大学住的地方可以省一点什么，这些都是我在想的嘞。而这些东西如果啊，我是国家队教练啊，我不会想。我不会带我球队出去，全部都是你们讲的，飞去那边打，飞去这边打，飞去那边打，全部钱这样子乱用又不进步，乱用飞来飞去。但是哦，教练的工钱就这么多，我们吃多几次差不多了，吃多几次就没有了，懂吗？我的工钱，吃了几次？哦，这里的最低消费吃多几次就没有了。没有了。我的，真的咩？我的，OK。想要知道自己最低消费是多少，自己过来吃啊。这里有业配啊。还是可以讲出来，然后开一个 member。不过，教练，你可以分享一下在中国他们打那种野球那种文化，因为我听讲你们以前打一场球价钱也不少哦。OK， 我当初我在这里打完也不要停了，停了之后，我之前打的时候，我那个年代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马来西亚公一间屋子啊，那种 condo 啊，应该是700-800吧，就是很便宜的马来西亚钱啊。就讲当初我在那边打球，一场球就是500人民币一场。一场500人民币，就是一打就是4场啊、5场啊、4场啊、6场啊这样子。到我打完也不要再回去打的时候，一场3000人民币。所以当初我在中国打球的时候是这样子，打完球我回来啊，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不再喜欢在马来西亚，虽然我在马来西亚打球历史很少的，对，但是该拿的奖我都拿完了。就是从那些助攻王、篮板王，一年就拿完了啊，拿完了，一年就拿完了，一年拿完了。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什么追求的要求的，所以我打球的本身就是那种穿啊、打啊，要用力的时候用力那种。在中国打球就是因为钱的推动力很大，我那时候在那边赚钱嘛，那边回来
人家看到我不管打球没有，我打球怎样啊这样啊。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叫我去打球很贵的，其实我回来马来西亚，我不是要多少钱，我是要看我打得好你就给多点，打不好你就给啊，就紧了，是吧？我是用实力说话的，我是这样子的那个。然后他们有时候讲武钢会不会很贵啊钱啊，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是很少打球，很少的。那时候回来，所以我在那边打3000一场的时候，你觉得回来还有人可以给这样搞吗？不可能啊！我觉得不是可不可以给高问题，我觉得是他们不知道可以，就是球员有这样子的价值。就很多时候我自己去写啊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很多东西都是教育问题啊，很多人没有被教育到，没有专业的人在那边了。那个球员，其实现在呢，你给他多少钱他要打呢？因为他本身就是想打球，他们想打球，他真的想打球，他也不想要多少钱。你稍微打完，你给他一个付个钱，给他一点钱，他 OK 的。如果他 level 很高，你们去问一下咯，不用紧张啊。好像他们一号妹妹这种啊，是属于顶级球员啊，他们一定有价钱的，他们可以直接讲我要多少钱这样子的。但是很多宗主呢，就是他们会自己安排钱给他们的嘛。现在球员，你给他几百块，他也 happy 的。你给他更多你给他更多，他更要咯，宗主嘛，一句讲完，你有实力，人家肯定会给多一点的。你就越来越多球打，你没有实力，人家请你一次就不要了，人家又不是不懂，摆在那边吗？我觉得，如果那老板啊不是傻，人家可以做老板啊，人家不会想呢，是吧？人家讲你叫你打，老板是好个面子，跟人家讲你们请更多的人，我请得动，对吧？很多杯赛都是这样子。是啊，你以为他真的是要怎样？他们真的是要什么？那个老板是爽，叫他来帮我打球，之后可能是他的互相的朋友讲，最近这个人很红啊，你叫他来啊，这样子的，叫他来不了吗？就是想像个，你像同乐会这样子的嘛，有点像同乐会这样子的嘛。教练讲 MBC 接下来有很多可能讲该讲去中国打的东西，这样还有其他什么规划吗？因为很多东西你们是先例再这样子跑，可是先例一定遇到很多问题嘛。第一个现在好像每一个东西人家都要进步的，而且我们那边比较恐怖一点嘛，他也是压力很大。这样每个人做东西，我们每这一段时间就停哦，这一个时候我们是属于冷静期 off 时间一下这样子。我们上周开会，已经排好了明年我们要参加的比赛，一共有10个。等一下，10个。哪10个我们会列出来？最重要的3个在哪里？8个，3个在马来西亚的，3个可能是在中间的，比如说哪一个外省的，2个出国的，是confirm的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 list 是 main team 的哦，我们还有别的地方，好像 open 去打公开赛那种是另外的。所以我们排了这8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商量了。OK， 比如说明年我们是不是具备参加 Pro League， 我们会写。我们是不是具备参加这个U20？ 因为 U20 去年我们是2队嘛，就是 Team 2 Team 1，我们把2个人借给来新沙嘛。所以这个整个明年我们就调整，可能明年我们20岁我们要出23岁我们要出，明年 Pro League 可能参加。我们看我们的大球员，我们有3-4个，我们大球员成熟度去哪里？整个咯。到 Field Basket 我们也参加，我们一直在研究 Field Basket 的东西，因为 Field Basket 一直以来他球队来的不太理想什么，我们在想，因为 Field Basket 他的这个宗主，他那个举办单位有给我发 email 他说是因为他现在办的全部都是大学生。对，他都是菲律宾的大学的球队吧，所以他很希望我们去。他已经叫我很多次了，我们这次一支比赛一直踢，还是巧你，他一直因为他觉得我们年轻很好打。对，我觉得我要年轻队友，我也跟他讲，如果很多大学队我们去打，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去，是这样的。连他就他就讲，过去来哦，全部大学队，我是叫了美国了，我学队我也叫。真的，他叫很多，连
11月有，12月也有。他现在很厉害哦，他是每1个月或者是每2个月他就一个，他就是一直一周的，一周。所以接下来你们的安排是12月会去吗？可能现在我们在想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排的是要去中国先，我在等着 reply， 因为他们大学的联赛要开始前，他们可以 sparring 嘛，对啊，我们就会找几个队伍这样子，顺便给球员去当做是 U23的一个冠军奖励这样子去。我们这次 U23还去找这个什么 Air Force 要design我们的东西上去，要送给球员。那个一双鞋差不多500到600块。哇，那是找到谁啊 ？OK， 我们有问他，现在就是一直我应该知道你是谁，因为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弄成一个纪念价值，是他们这一年的得到的东西，一个回馈啊，你可以把它拿来收藏，你可以拿来穿，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好吗？对啊，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可能你10年后、20年后你老了，你看回那双鞋的时候，哇，当初我就 fight 过一下，我怎样都要放在我的那个柜子那边摆个灯罩，就哇漂亮，是啊。然后你爸爸我啊这些，那就算问题，现在我也在提到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就是你看，有时候冠军这东西哦，当你联盟跟很多其他东西你赋予的意义给它不大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就时间打完过。对。现在我们对这种，现在联盟其实是他要做一种比赛出来，他要让吸引观众和给球队参加的有意义，就是他有进步啊、空间啊，他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们要考虑这个。如果你做任何比赛都好哦，我们现在想票房是怎样来？其他的球队他都有个别的明星，明星赛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队的都要投票，叫他们的球迷投票，他们就有自己的球迷投谁来打，这样子他们就会制造球队有话题。球队自己就有自己的球迷团、粉丝团，他们就会投自己的球员，对吗？这样子才会炒出球队有明星球员，就有票房咯，对吗？人家是我联盟这个，你讲什么什么呢？其他的让他自己死啊，没办法，因为联盟公司需要钱，他们也是不容易啊，不容易，联盟是很需要钱，但是可以用更多的。其实，如果联盟公司的proposal是很漂亮，可以完美到不要讲完美啦，做到60%先，今年体面，你给到60%的吸引力，老板们的，之后你后面再加，明年70，后年80，你越来越进步的嘛。当然，那个老板周末不愿意玩，给不到这个答案。我不是要搞联盟，要搞比赛，不是。我觉得我的球队怎样会越来越多球迷而已，所以我是从这个方向出去的。很简单的，我要成绩，我要球迷，我要人家关注着我们成长这个过程。对，就是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当我有一天 barbecue 了是吧 ？NBC 曾经的创办的那个人的球队就是那个印度人讲华语的，之后他的老板一直支持他。之后虽然他 barbecue 啊，现在 NBC 是属于马来西亚是历史最长，有一点故事性。他们是从一个什么人都不要的，变成有球迷，有什么有这个有那个 ，OK 吗？长青啊，我们是看我们在这个就讲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吗？我的活着的意义，除了赚钱之外，除了爱我老婆之外，除了在跟我老婆讲外面有个 girlfriend 之外，还有讲什么？给他每天刺激一下，就每天做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给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嘛。到你最后你觉得你赚钱够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回馈社会的时候，你是成功的人。但是你回馈社会，为什么你会想着回馈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去给人嘛。有钱人回馈社会，因为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就做这种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人越做多越有意义的东西的话，他叫生活，不是生，没有意义叫活着，真是。你没有意义就是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是你活着等死咯。如果你一直我等下去录一下那个人在街边尿尿。我等一下去录一下那个狗爬上去2楼尿的，没有在1楼尿的，这种很有意义。那个狗如果这样厉害，就是你做的东西是人家不做的，就有意义咯。现在每一个人其实上天派你来的时候，你的上面就有一个人，原来他的意义是加油啊。
原来我的意义就是找多一点对不对？就是这种就是你的意义性，你有意义的时候，你有方向感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你每天做东西的动力就来了。很多人的动力已经给这种东西吸掉了，被榨干。所以很多有钱人为什么他老了他不懂了？他为什么讲他老了还开窍啊？因为他有钱了嘛，他有钱了，他已经没有方向了，这种啊，所以他就去孤儿院捐钱啊，做善事啊，这个东西就变成意义。为什么很多人讲他好？如果认同你喜欢这个人家认同你，你想让人家开心，你要人家什么，那你就一直活着有意义啊。很多东西可以有意义啊，做裁判，做公正一点。所以全部东西你看你想就懂了的。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没有意义，懂啊？就好像 OK， 我搞这个比赛，就这样子，有意义吗？没有。我搞这个球队有意义吗？没有。那个老板搞这个球队，那个老板给你钱，那个意义是你们这个 management 去做出来的。所以那个老板就越丢越好玩，因为我的球队越来越红，他就会丢钱。他一直丢的时候，他就要丢多的时候，他的朋友讲，喂，你的球队不错哦，他一喜欢，他又有往这来丢钱了，对吗？这个就是资源整合的时候了。那你的球队越来越强，走得越远，越来越好，越多人越出名，很多人就愿意去 sponsor 你。很多朋友，原来这个是你的球队来的，早讲啦！我那天我们打 display 啊，那个轮椅啦，那个按摩椅啊。是吧？哦，对，人家看你原来是你的，那个按摩椅来，大家一起再见。讲人家不讲，来就来了哦。来参加。后面再补多一条。你来吧了，知道吗？人家不懂那个是你的，我们是尽量要让人家懂，这个团队是我们的，来吧了，来，有谁来给啊？这个是老板，这个谁？他老板的朋友，阿妈阿狗在澳大利亚很有钱的，原来那个是你的队员啦，来澳大利亚打一次，一去澳大利亚打一次，可能他那边澳大利亚有钱，他就 sponsor 你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吗？很多人，马来西亚人，很多人才在外面是做大老板生意来的，是他不懂为什么他们不要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东西，他们就出国住了，他们没有在这里，他们生意在外面慢慢就搬走了。在本地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回馈的时候，就看到外面比较漂亮，走啊！这样教练，你讲找到答案嘛？这样你 MBC 在做这个东西，你觉得你这样子的东西，跟你讲意义嘛？在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继续骂人。能骂就找更多的 fans， 这是一部分，可能不停的骂人。没有，我想让 OK， 国外很多联赛，比如泰国啊、韩国啊、日本啊什么，我会去研究很多联赛是可以给亚洲人可以参加的。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可不可以有球员输送到这种联赛里面去，输送到这种联赛，因为我每天跟我球员讲。练啦！现在我又不是叫你在马来西亚找吃，你又不是找不到，现在不是给你钱咩？我每天都给你钱了是吗？给你钱，你练球之后给我58%，我可以扣一半嘛？你今天练球练80%，我给80%哦。今天你练得不错，我100%，可以吗？可以。不可以，他妈的，你每天拿我100%的钱，你练50%可以咩？这个切入的角度又不一样哦，是不是？所以我就讲练好来，我们外面可能有人打电话联络叫你们去打联赛嘞。我肯定给你走的，只是重要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你的时候，那边 contract 开之前就跟他讲好，这里的联赛什么时候，那边联赛是有时间的嘛，可以两边走的嘛。我要输送很多这种球员出来，之后马来西亚的人就会进步。在马来西亚这个平台里面，整项平台球员就是它有一个限制在那里，因为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现在是一枝独秀的限制。无论是裁判我们也不成熟，无论是教练，包括我自己也不成熟。我教练我也不成熟，裁判也不成熟，management也不成熟，什么都不成熟。我们是属于一个不成熟的阶段里面，大家都不愿意听年轻人讲话的。在他们面前，我是一个小孩子，虽然我是41岁了哦。昨天那个校长问我，年轻人你还敢去吗？我41岁了啊，校长。嘿，你41岁了。所以我就觉得人可能你看起来这样子，我们在外面吸收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我们想去分享，想去把这个事情做，人家就觉得我要出头啊，出头，错了啦，头还是你嘛，我还是叫你老板的嘛，所以这个
我们 MBC 如果有一天做到这样子，我最大的想法，它的意义就是我每天有这样大的动力，就是我就是要制造出马来西亚最多优秀球员出来的。我不管怎样，他们一定要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不会可以被人家在，就是不会跳楼啊，不会自杀啊，不会那种，懂吗？就是现在我的球员啊，心脏是比别人扛住的，你怎样弄他啦？哪个讲华语的印度人厉害的哦？因为他们抗压能力很强了的。你说啦，他在我手头上，从17年到23就好了。OK， 这6年里面他恶魔性的承受这个压力啊。但是这6年里面呢，他有10个 training session， 有2个小时是没有拿手机的。在那2个小时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很重要的 meeting， 我手机不拿，我去 meeting。如果我今天给人家炒鱿鱼了，我真的没有钱，我去 interview 第一次失败了 ，interview 第2次失败了，第3次失败了，第4次失败，他还会去，因为在我的手上，他一直是忍着去的。而现在的人，你 interview 1次失败，第2次挫败了，开始了。所以我其实不是在教他们打篮球，我是怕人家讲打篮球找不到吃。既然你们这样子讲，我就培养出他妈的1000个、10000个打完篮球完蛋不打了，就去外面他做工，他还是很厉害的，累着气。All around， 就是做人啦，做人最主要的嘛，那个是主角嘛，妈的他们是做人，他们是活着嘞还是生活嘞？我来赌。这个就要看。对，很好玩的。做教练，我是觉得我很好玩，所以我做教练很 OK 的。你觉得外面教练他们在做吗？我不懂。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时长吧？你觉得做这个东西成型要几久？很久。 10年。我想让这支球队是不是有着很多 sponsor， 就是要找到一个很大的 sponsor， 就讲他长期 sponsor 你要看你们怎样打，怎样。我觉得这个要时间，我们用了2年差不多，现在可能是粉丝量最高了，有互动了，可不可以做到很多粉丝量之后，我们可以代表着某一些这种当地的球队，他的总公司在台湾啊、香港啊，我们要过去那边走啊，吸引更多的这种 sponsor 啊，参加很多的联赛啊。你看啊 ，Super League 啊，只要第1名可以参加做嘛。我们的球队要 hit 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那个就要成功了。因为当你 hit 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啊，无论是票房，无论是球迷，无论是谁，他们都会看你的。他们都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不可能只在马来西亚打球啊，那个时候，可能你可以申请去到台湾长期在那边打球，可能你可以去到菲律宾长期在那边打球，你可能去，那些都是费用来的。现在最大的主要就是钱，所以讲政治，当我们就遇到最大的主要是钱哦，我就会往上看，你们都有钱了，为什么你们不相伤害？对不对？那没办法。他们可以接受你好料，不能接受你们好料。所以我做来做去，我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就好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嘛，你们总是有梦想，就是总是想追求一些东西。有钱了的人，有的人是冷静下来的，就这样子哦，这个是差别，沉淀。我们就是追咯，但是追的人哦，扔火就是给上面灭的嘛。尿是往下跌的，是往上飞的，你告诉我。往下，它可以往上一段时间，它就下来了。所以哦，永远受伤害的是下面的，所以那个天制造人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啊，喝水的时候是往下流的，尿是往下滴的。你明明是一打火要上去，尿一直滴嘛，他不尿了，你拿水这样泼你就完蛋。被小魔带进啊。所有人的 energy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要有一些很 motivate 的人在队里面，很你常 motivate 的，我的球员你妈要死了，烧他，没问题啊，下来探望一下，点是香样的。录下。
我们觉得最搞笑的那教练，昨天晚上我看，记得要看完没拦的3个感叹号，万祥 boss。有看完我这个。哎呦，那些人真的要给人家骂，你看。谢谢你一直骂我。我说每个，如果你的每个共同点都是这个是啊，因为他们的父母一定啊，这些小孩啊，父母骂他们一定是关单啊、关门，不管他们的，跑出去的那种人，这种会讲这种话，是因为他们以前是不接受别人骂，才会用"谢谢你骂我"这句话。心里面深受感受的人啊，他就会讲这句"谢谢你骂我"。如果他经常骂他，他都 OK 的啦。他对这句话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他就不一定写。就像安妮，他就不会写，因为他在家里太乖了。你也没有借口骂他，没有理由骂知道吗？所以你会看到我看人家的文章的时候，我是很用心看的，不是乱看的。我们不可以污蔑嘛，你不能乱讲人的嘛。是真的是那个事情让我不舒服，我才讲的。如果你都没有烦我，我没有烦你，慢慢你们就很厉害了啦。我们啊，不敢哦，慢慢啦，要被消耗殆尽了，要被地灭掉了。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开始说我们输，我们老板很厉害哦，2年3年可以吗？我讲2年可以。之前在阿修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讲，2年阿修会很强。结果几个月之后就不在了。其实那时候你是来3个月半年，3个月。好的，因为我讲了，中国那边要我回去的。到现在都是。一直都是。现在是那天那个书记给我信息，我礼拜你看到你会笑，我很怕他理工大学，因为他带我回去吧，因为我当初是不要了走回来嘛。他讲，我们看得出来你对篮球还是热爱。我说篮球肯定是热爱的。现在阶段还会有想要回去的想法吗？拿了冠军有。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 JS 啊，又是我。现在已经是播了1个小时半哦，我不知道各位是分段看呢，还是一次过听完呢？一次过听完真的是很猛啦啊，我是觉得。So 我们还有下半集，那下半集会是在星期5啊，就是1月5号啦，就会播出来。So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在下面留言，然后可以的话帮我订阅。所以期待下半集，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